Hello， 欢迎来到巧照咖，我是巧儿。这个月呢是咸食月，那上周跟大家分享了道地的法式咸派做法。那这周影片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一次很有效率、快速、大量制作冷冻披萨。那等等的影片呢，会分享几个诀窍，如何让冷冻披萨它的面皮啊保持酥脆，然后美味程度呢不输现烤的。然后重点是你做完之后，每次想吃披萨上桌只要8分钟，超快的。那今天的披萨呢有5种口味，都是利用冰箱的一些边角料做的，所以呢做完这个冷冻披萨呢，不仅全家都爱吃，谁不爱吃披萨，还可以呢帮你清冰箱，一举两得，超方便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披萨好吃，第一步呢是自制面团。这一次使用之前分享过的海鲜之心披萨配方哦，这个配方不管是当天制作，或者是前一天做好，隔夜冷藏发酵，都很好吃。爱吃必胜客巧手们，这款味道很类似哦。披萨面团的制作细节，因为之前影片有详细介绍过，我这边就简单带过。所有材料放进搅拌盆，低速搅拌5分钟，混合均匀。盖上毛巾，静置15到20分钟。最后呢，再搅拌个5分钟，直到面团底部它可以脱离钢盆就可以咯。披萨面团不需要搅拌到有薄膜，主要是靠长时间的发酵来产生风味。把很 Q 弹的面团滚圆。那披萨面团的话也非常适合手揉哦，揉面的时间约5到10分钟。基础发酵大概在27到28度的温度，然后发酵呢约90分钟。你也可以室温发酵。那等待面团发酵的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我冰箱的边角料有什么。有些馅料必须事先煮熟，像是蘑菇啊，就要事先高温煎过之后，风味才会出来。红椒切片，红洋葱切丝。鸡肉的话呢，事先盐跟胡椒还有米酒调味，然后腌个10分钟，等等我们来煎。今天做披萨一定会用到就是 Mozzarella cheese， 那我想说简单的讲一下它的分类，还有它使用的契机。那我今天做的其中一个口味呢是玛格丽特披萨，那是小当家最爱的口味。它的材料呢很单纯，就只有番茄酱、cheese 还有罗勒叶。那所以我用到的那个 cheese 呢，就是这种新鲜的 Mozzarella cheese。那它的水分含量呢比较高，像这一个呢它有 60%。那这个的优点就是它吃起来非常的浓郁。然后它因为水分含量很高，所以它吃起来很清爽，然后你可以吃到这种牛奶的浓醇香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这里已经切过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块，然后在盐水里面有一整块这样子。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它的保存期限呢比较短，然后尤其是如果你切过之后呢，要尽快用完，不然有时候可能会有些细菌的滋生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呢，它水分含量很高，所以你在做披萨的时候呢，不能放太多。尤其是如果其他口味放很多的话，它就会导致你的那个饼皮呢就会很湿软，就不脆。而且你如果不用在披萨的话呢，你直接生吃沙拉很好吃。那另外一种呢，就大家最常看到的这种块状的，那这种的话呢，就是叫低水分的 Mozzarella cheese。
这两个品牌是一样的。那这个呢，刚刚讲过是有60% 的水分，这个的话呢就只有52%。好，那甚至其他牌子，像这个牌子更低，42%。不过越低的话呢，这种 cheese 吃起来就是比较扎实一点，然后它的咸度呢会比较高。然后还有第3种，就是你看到在超市里面已经一包一包帮你刨好丝的那种披萨乳酪丝。那种的话呢，因为厂商避免就说那个已经帮你削好的丝它粘在一起，所以它会加一些淀粉，可能是加玉米淀粉或是马铃薯淀粉。那个缺点就是你把它撒在披萨的时候，你进烤箱烤的时候，它可能融化那个程度就没有那么的好，就不会糊成一块，可能就一块一块这样子。然后甚至有时候高温的时候它可能会焦掉。所以我还是建议说，如果你要在家里自己做披萨，然后想要得到那种非常弹稀、非常牵丝的披萨的话呢，还是买这种一整块的 mozzarella cheese， 然后回家自己削成丝，这样呢做出来的披萨呢就很完美。那 mozzarella 的事件呢博大精深，其实还有 mozzarella di bufala， 还有 burrata 等等。那今天就因为时间有限，就不多说了。那我们就先把 cheese 刨成丝。食物处理机装上粗丝的刀盘。那这一款呢是百灵的手持型食物处理机，最近呢有在做特价跟团购，有兴趣的话，它的团购资讯在下方。一发完成，超大，把它取出来。那一般呢，面包的手粉就是一般的高筋面粉嘛。那做披萨的时候，我喜欢多加一点那个颗粒感，就是杜兰小麦粉，就是 semolina flour。那我大概就是1:1。如果常吃那种必胜客披萨的话，也会发现它们底下都是有那个杜兰小麦粉。小尺寸的披萨，我觉得更有弹性，小小一个当早餐吃啊，或者给小朋友当午餐。大人的话，一个吃不够就多烤几个，然后你可以混搭不同口味。将面团一一的滚圆，不用滚得很用力，主要是为了排气。盖上毛巾，喷点水，让面团松弛15到20分钟，等等呢才好擀开。今天要做的是这种迷你1人份披萨，那在整形的上呢，其实蛮简单的，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练习很好的方式。一开始就用擀面棍，尽量呢把它擀薄。如果面团呢很容易回缩的话呢，你可以再让它放久一点，让它松弛一下。因为擀的时候啊，边边这个 stay 圈是比较厚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塑形的时候，就像是在测试薄膜的时候，手势就长这样。好，双手在后面，然后稍微把它延展，就是拉一拉而已。面团有点粘手，你就沾一下手粉。然后整形其实什么形状都可以啦，也不会影响它的美味程度。那唯一就是尽量不要把它拉破。拉破也没关系，你就把它再粘起来，粘一粘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会检查一下它的厚薄程度啊，不要太厚，太厚的话，就到时候可能那个地方就会吃起来就没有那么的脆，这样子。放在我们的烤盘上，在烤盘上的时候还可以再稍微整形一下。整形完之后，可以短暂发酵20到30分钟，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来预热烤箱。那烤箱的话呢，我习惯比较高温，230度。等待期间，我们来做大蒜风味油，把大蒜磨成泥，加入植物油或橄榄油，等个10分钟，让大蒜的风味啊跟油融合在一起。在饼皮入炉之前刷在表面上。冷冻披萨一个缺点就是饼皮容易湿软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透过2招刷油以及事先把饼皮烤成半熟来解决这个问题。
如果烤箱容量够的话，一次你可以烤2盘，中间呢再调换位置，这样就很省时间。230度烤8到10分钟。出炉。那冷冻披萨让它饼皮保持酥脆的秘诀呢，就是除了我们一开始有刷那个大蒜油，再来就是我们在冷冻之前呢，先把饼皮烤到半熟的状态，让它表面呢不要上色，但是它的底部啊，你看已经有呈现这样子淡淡的上色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撒上馅料，然后让它完全放凉之后再把它冷冻。既然烤箱都预热好了，这时候呢就把红椒一起烤一烤。如果不喜欢吃红椒的小手们一定要试一下，红椒淋一点油调味，然后高温烤大概15到20分钟，烤完呢真的变得超甜超好吃。来准备馅料，中大火预热，用高温把蘑菇煎成金黄色。接着煎鸡腿肉，鸡腿下锅之前呢，用纸巾稍微把多余的水分给吸干，以免喷油。中火下锅之后，不要动它，大概3到4分钟。这样呢，表皮就会煎得香香脆脆的。看到这时候我已经肚子好饿了。今天的其中一个披萨口味是明太子海鲜，老实说是这一次我最喜欢的口味。我们这边买不到现成的明太子酱，所以只好从头自己做。把退冰后的明太子、室温奶油跟美乃滋还有柠檬汁拌匀。这个明太子呢，可以拿来拌意大利面啊，或者是涂在法国面包上，变成明太子面包，都很好吃。鸡肉静置一会儿，再切成小块，有静置过才不会流失肉汁哦。因为呢都是边角料嘛，所以放在各种的收纳盒里面。为了等等组装比较方便，更有效率，我把所有的馅料都集中放在一起。这个6宫格的收纳盒还蛮好用的，分隔片可以选择性的拿起来。饼皮烤完放凉，涂上1大匙的披萨酱。我用现成的，嘘。把新鲜的马泽瑞拉切片不要切太薄，不然呢烤完之后它会整个消失。那第一个口味是玛格丽特。其他口味都是呢用磨成丝的 cheese。那第二种呢是鸡肉玉米。第三种是蔬食，有蘑菇、烤红椒跟洋葱。自制披萨料就是要给的很大方，而且呢因为清冰箱，所以我很想把所有的料用光光。第四种是明太子海鲜，披萨酱之外再叠上我们的明太子酱。明太子的咸味还有带一点酸味，跟海鲜很搭。加入综合海鲜，有虾子、干贝、蛤蜊跟蛋菜，然后以及吃了呢会哔哔啵啵的豌豆。做完了，要方便保存的话呢，一个一个独立的用保鲜膜包好，然后待会冷冻。今天我们的产量有10个。然后跟大家坦白一下，开头我说要做5种口味嘛，但刚刚做的太开心了，只做了4种，少做了1种鸡肉、蘑菇、洋葱的组合。不过呢，反正披萨的口味看大家个人喜好，还有你手边有的馅料，要做什么几种口味都可以啦。收纳上呢，我喜欢直立收纳。
这样子比较容易可以看到什么口味，然后抽取的时候也更方便。冷冻披萨保存期限约1-2个月。那冷冻披萨的好处是，你要吃的时候啊，你就看你今天要几人份，然后不用退冰，像这样冰冰的，就可以直接拿去烤了。然后口味的话呢，因为这个是用保鲜膜包的，也是一目了然，所以知道说哦，这个是玛格丽塔，然后这个是鸡肉的。这个食谱呢太实用了，所以我做了很多次，现在冷冻披萨库存充足。好，终于来到要吃披萨的时间了，决定呢把所有的口味都各烤一个。烤箱呢220度，然后烤大概8分钟到10分钟，直到起司融化就可以了。起司融化的时候是不是很疗愈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玛格丽特的罗勒叶啊，可以烤完之后再放，那就会保持它漂亮的绿色。出炉啊，烤完好美哦！今天的食谱呢，口味上荤的有鸡肉玉米跟明太子海鲜，然后如果是吃蛋奶素的话呢，有蘑菇红椒以及玛格丽特。冷冻披萨烤完，我们来看看饼皮是否会湿软。完全没有，超脆的。那给大家看一下成果，那我就不客气试吃咯。我买过很多市售的不同品牌冷冻披萨，大部分呢都是普普通通，不是饼皮很湿软，就是馅料给的很少，没什么味道。不过啊，因为自制披萨面团需要发酵时间，不是随时想吃都可以快速上桌的一个品项。那我觉得最有效率的方式呢，就是一次做起来，然后冷冻保存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喜欢的披萨配方，以及呢从新鲜披萨改成冷冻披萨的时候要做什么样的调整，让它可以变得更好吃。然后做成迷你的尺寸啊，1人份刚刚好。然后看今天你们家开饭的人有几位，就拿几个披萨，很方便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。这个月是咸食月，所以下周呢会再推出一个咸食的配方，敬请期待咯。我是巧儿，我们下次见咯，ciao。